猫咪的额头上开出了一朵小花，这颗含苞待放的花朵让它显得如此与众不同。有人说这是三花聚顶快要成仙的征兆，然而这颗长在猫咪头顶的花朵却随时可能夺走它的生命。主人告诉我们，猫咪名为约克，它是6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。在约克刚出生时，他的头上就顶着一颗肉球。因为这朵小花的存在，约克从小就不敢和兄弟姐妹们一起抢奶喝。猫妈妈或许觉得它有些不一样，其他几只小猫喝完奶后，它总会单独再给约克喂奶。或许是由于母亲额外的偏爱，小家伙顺利活了下来。如今约克已经3个月大了，虽然早已到了断奶的阶段，但猫妈妈还是会用乳汁喂养这个小女儿。除了母亲的特殊关照，其他兄弟姐妹也同样对约克呵护有加。先天的缺陷并没有让他在这个大家庭中感受到排挤和孤立，小约克反而成了家庭里的团宠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猫咪也在一天天长大，而他头顶的肿块也跟着逐渐变大。约克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其他兄弟姐妹有什么不同，与其他正常的小猫一样，他平时也喜欢和大家一起嬉戏打闹，一根逗猫棒就能让他玩得不亦乐乎。当然，被爱包围的他偶尔也会乱发小脾气，但宠溺妹妹的兄弟姐妹从来对约克都是包容的态度。尽管如此，可他头顶的肿块还是为小约克带来了诸多的不便。每次吃饭时，他都无法与其他兄弟姐妹在一起进食，因此主人只好将约克抱到一旁，单独给他开小灶。有时候主人也会偏心的多给他一根猫条。虽然有着生理上的缺陷，可约克却拥有着比兄弟姐妹们更多的爱，大家都心照不宣的宠爱着他。或许他们也明白，某一天约克会突然离开，小猫们在一起玩耍时，难免会碰到约克头顶的花朵。几次之后，一向活泼的约克开始变得害怕，他很担心同伴们会碰到自己的额头。小约克惊恐地蜷缩在角落里，眼神里充满了恐惧和无助。伴随约克的逐渐长大，他头上的肿块也开始朝下方生长，就连左眼也受到了压迫。细心的主人观察到约克最近总是喜欢待在窝里，并且变得异常嗜睡。主人担心这是病情恶化的征兆，于是便立马带他来到医院检查。医生轻轻摸了摸猫咪头顶的肿块，奇怪的是约克并没有表现得很害怕，反而还安静地趴在了医生的手臂上，似乎他也知道眼前的医生是在为自己治病。接着医生为猫咪做了详细的检查，他表示约克头上的肿块很特殊，由于小猫出生时的脑膜较为狭窄，在发育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挤压，这才导致额头上肿块的出现。简单来说，这颗肉球并不是普通的肿块，而是约克大脑的一部分。现在小猫才只有几个月大小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它头顶的肿块还会继续长大，后续可能会引发各种意想不到的突发症状。专家们为此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，经过仔细研究后，医生们一致认为现阶段不适合做手术。目前约克头上的肿块有降低脑压的作用，如果现在进行手术可能会危及小猫的生命。医生建议等约克再长大一些，然后再看看情况。无奈之下，主人只好暂时将小猫带回了家里。他将猫咪所居住的房间进行了重新布置，防止小猫在玩耍时磕碰到额头上的肿块。在约克出生100天时，主人还为他准备了一份精致的小礼物。他表示不管将来约克遇到任何情况，他都不会放弃。那么小约克最终能否摆脱这颗花朵的困扰呢？转眼间3个月的时间过去了，现在约克的精神状态变得越来越差，他总是趴在一旁无精打采，额头上的花朵也在一天天吞噬着他的生命。约克的后腿时常会出现间接性的瘫痪。看着日渐消瘦的猫咪，主人忍不住再次带上约克来到医院。经过观察后，医生发现猫咪脑部的积水已经开始压迫神经，所以导致它无法正常行走，并且猫咪的头部还存在溢血的症状。此时的情况已经不容乐观，必须要尽早进行手术。很快，医生为它注射了麻醉剂。此时主人焦急地守在门外，他们希望约克能顺利度过这次难关。经过1天1夜与死神的赛跑后，猫咪头顶的肿块总算被切除了。医生说这次手术的风险很大，好在猫咪的意志力很顽强，现在它已经脱离了危险。手术完成后，约克被送往了隔离间。此时的它还无法站立行走，可看见主人时，猫咪还是摇起了尾巴，似乎是在表达着自己由衷的感谢。半个月后，当我们再次见到约克时，他额头的花朵已经完全消失了，与之前相比，眼神也更加明亮了。看见约克活蹦乱跳的样子，主人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如今的约克彻底摆脱了疾病的困扰，他不再是从前那个特殊的存在，不用再担惊受怕地躲在角落里，他可以肆意地奔跑跳跃，感受着此刻来之不易的自由。而这一切的美好都源自爱的力量。愿生活中的我们也能被爱包围，拥有感知爱的能力和爱人的能力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眼前这只橘猫已经在桑拿房里睡了10几个小时，68度的高温把人们热得汗流浃背，然而猫咪却惬意得不得了。原来橘猫是这家桑拿店有名的按摩师，平常空闲的时候它就蹲在小板凳上休息。一番养精蓄锐之后，橘猫离开座位，接着伸个懒腰准备开始上岗。只见它精神抖擞地走进桑拿间，
或许是环境太过于舒服，橘猫进去还没超过2秒，直接倒在地上开始呼呼大睡，完全忘记自己是来干嘛的。猫技师惬意地舒展着四肢，看样子应该是舒服极了。小哥说他从未见过这么会享受的猫。闻听此言的橘猫直接转过身来，仿佛在说今天你不就见到了。随着桑拿房里温度的不断提高，这位大妈被热得汗水直流，然而这只橘猫却满脸享受，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。不久后，人们被热得纷纷走出了桑拿房，只有橘猫躺在地上呼呼大睡。话说这家伙是一点也不怕热呀。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1个小时，老板担心猫咪在里面挂掉，于是好心来叫醒它。可面对老板的好意，橘猫却有些不耐烦，他翻了个身，继续开始自己的春秋大梦。一转眼的时间，半天过去了，橘猫这才想起来自己还有任务没完成呢。可刚走到外面，就看见另一只猫咪正在抢生意。由于自己下手晚了一步，也只好眼巴巴看着对方享受顾客的打赏。休息时间，2只猫咪就在一旁闭目养神。到了上班时间，它们都很积极，猫咪们分工明确，一只选择去帮顾客做手部护理，而另一只直接跑到了顾客怀里撒娇卖萌。它们热情的服务让每位顾客都体会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。大家可以一边撸猫一边享受着桑拿的极致体验。话说谁能拒绝一只热情如火的猫咪呢？舒适的环境让猫咪很快就睡了过去。不过对于这种情况，顾客们并不会介意，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治愈。自从2只猫技师上岗后，店里的生意明显好了不少，许多顾客会经常带来一些小零食犒劳他们，而2只猫咪每回都会拿出5星级的服务水平招待客人。这份工作让他们通过自身努力养活了自己。拍摄了几小时的摄影师此时已经被热得满头大汗，然而面对这样的高温，他们却能在里面待上1整天。一位号称桑拿女王的小姐姐向2只猫咪发出了挑战，为了与猫咪比较耐热能力，小姐姐还自带了计时器，看看究竟谁能坚持得更久一些。猫咪打了声哈欠，似乎完全没把这种挑战当回事儿，毕竟他们早把桑拿房当成了自己的家。趁着空暇的时间，2只橘猫各自梳理起了毛发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双方都没有退出比赛，于是橘猫开始耍起了心机，一只走出桑拿房补充营养，另一只则是跑进小姐姐怀里帮她送去温暖。见此情形的小姐姐也是哭笑不得，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不按套路出牌。在橘猫温暖的加持下，小姐姐很快被热得满头大汗。半小时后，她还是走了出去。最终2只橘猫顺利拿下了本场比赛。果然，猫咪的抗热能力不是人类所能比拟的。老板在门口立了块牌子，将2只猫咪当成了店内的吉祥物，并且还特意为它们定制了正式的工作牌。自此，2个猫技师也成为了店里的招财猫。一位小哥在散步时，无意间在下水道里发现了一群小奶猫，几只小家伙蜷缩在角落里，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陌生人。原来刚刚小哥在马路上听到了小猫的叫声，他沿着声音的方向寻去，结果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。没想到今天刚出门就捡到了宝贝，于是小哥马上联系了几个好友前来支援。看见有陌生人靠近，几只小奶猫全都瞪大了眼睛，心想着自己藏到这里都能被你们这群老六找到。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人类，几只小家伙害怕地缩到了墙角。不过看他们干净的模样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一群流浪的小猫。几只呆萌的小可爱顿时就让小姐姐的猫瘾犯了，她迫不及待地凑到小猫面前，伸手抚摸着它们的小脑袋，这模样简直要萌化了。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几只奶凶的小猫，今天说什么也要给它们绑回去。随后小姐姐拎起一只小奶猫，被抓住命运脖梗的小家伙瞬间就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接下来是第2只，这一招果真是小猫咪的克星，也不知道它们的妈妈去了哪里。可以看到小家伙们的颜值都很高，而且还长着一双深蓝色的大眼睛。很快3只小猫就被顺利拎到了外面，另外的2只索性也放弃了抵抗，于是小姐姐一次性将它们都捞了出来。小猫们似乎也感受到了人类的好意，它们并没有过多反抗，反而表现得异常乖巧。没想到流浪的生活并没有影响小家伙高超的颜值。看小猫一身白净的模样，小姐姐猜想它们肯定是由母亲照顾的，但仔细观察后，四周却没有看见猫妈妈的身影。于是大家将它们放回原位，希望通过小猫的叫声来吸引猫妈妈。在经过几小时的漫长等待后，四周始终没有发现猫妈妈的身影。为了不让它们变成小流浪，小哥一行人只好先将小猫打包带走。回到家里后，小哥为他们购置了许多玩具，想不到几只小猫刚到陌生环境就肆无忌惮地玩了起来，看来这是完全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呀。看见几只活泼可爱的小奶猫，小哥的祖母顿时乐得合不拢嘴。此时的老奶奶开心的像个孩子一样，心想着这下总算自己有个伴了。至此，几只小猫也结束了流浪的生活，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将是幸福的喵声。生活中我们小小的善举，对于他们来说却是一次崭新的生命。最后，希望每个流浪的小动物都能被善待。我是小奶狗，我们下期再见。